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通常都会觉得那种高科技的研究园区跟所谓的自然生态基本上就是两回事，对吧？很难有什么交集。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国家级的顶尖研究机构，它本身同时也是一个官方认证的自然保留区，你觉得这有可能吗？这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一个正在日本发生的非常有趣的真实故事。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挑战了我们对保育这两个字的传统想象。过去我们一听到保育，脑中浮现的画面大概就是要划定一个很遥远的人烟罕至的国家公园，然后把自然跟人类活动彻底隔离开来。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案例会完全颠覆你的这个想法。它告诉我们，保育不一定要离我们这么远，它甚至可以在我们每天工作生活的地方发生。没错，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位在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国立环境研究所。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聚集了日本最顶尖的环境科学家，还有各种超级精密的仪器。但同时，就在他们院子里的一大片绿地，也被日本政府正式认证为一个具备保育功能的指定场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好，要理解这整件事，我们必须先来认识一个新的国际保育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说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保护区。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个新名词而已，它代表的是整个保育思维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也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这个概念的缩写叫做 OECM， 它的全名是其他有效地区保育措施。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绕口，但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更有弹性的框架。它的目的就是要去承认和鼓励那些在传统国家公园或保护区以外的土地，也能发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它的精神不是要把人赶走，而是让人跟自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找到一个共存共荣的方法。这背后最关键的思维转变，其实就在于它承认了人类活动地区的生态价值。这跟过去那种非黑即白的保育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来直接比较一下传统的保护区跟这个新的 OCEM 到底差在哪里。你看，传统的国家公园通常都在很偏远的地方，它强调的是隔离，用很严格的法规把人类活动排除在外，基本上是一种无为而治，尽量不要去干预的哲学。但 OCEM 完全不同，它常常就位在人类活动的区域里面，所以它更强调整合，追求的是弹性跟积极的管理。重点来了，它甚至还允许未来有变动和开发的可能性。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也正是它非常务实、非常聪明的地方。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概念，第一个反应大概就是我如果把我的土地指定成 OCEM， 是不是就等于绑手绑脚，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这个担心也点出了很多人对 OCEM 的第一个误解。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就像筑波研究所这个案例，他们未来甚至还规划要在 OCEM 的部分土地上面盖新的研究大楼。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们也规划了另外一块地来还给生态系，做所谓的生态补偿。这就证明了 OCEM 并不是要把你绑死，而是在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大前提之下，给予管理者非常大的弹性。这对于土地利用分秒必争的现代都市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创新思维。好，理解了 OCM 这个大框架之后，我们现在就回到筑波的国立环境研究所，来实际看看这个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片被认证为 OCEM 的绿地面积有 5.1 公顷，这个数字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换算一下，大概就是120座标准篮球场那么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在科学家们每天做研究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旁边，就有这么一大片生意盎然的绿色空间。而且这片绿地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茂密，而是在研究所成立之后慢慢演替形成的次生林。
所谓的次生林，意思就是它并不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原始森林，而是在原有的植被被破坏之后，靠着自然的力量或是一点人为的辅助，重新长出来的森林。这也证明了生态是可以被恢复的。他们成功的秘诀其实可以归纳成3个很关键的步骤。第一，目标要非常明确。他们不是空泛地说要保护所有东西，而是锁定几种特定的稀有植物，还有一个作为日本特有蛙类重要繁殖地的池塘，这就叫做精准保育。第二，管理要积极主动，这点跟传统保护区那种不干扰的哲学是完全相反的。第三，要持续的监测成效，因为研究所里面就有很多生态专家，他们可以定期去做调查，确保他们的管理措施是真的有效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用数据来驱动的决策回圈。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哦，研究人员必须亲自去插上牌子，告诉来除草的工友说：“嘿，这里的花很珍贵哦，麻烦请绕道。”这就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积极管理，因为这个环境就在人类活动的范围内嘛。如果你放着不管，外来的物种很快就会入侵，或者那些珍贵的植物很可能就在例行的维护当中被无意间给清除了。这就说明了 OECM 的保育是一种需要细心、需要人为介入的动态过程，它其实更像在做园艺，而不是把一块地圈起来而已。所以这里的关键点就非常清楚了。OCM 所追求的从来就不是要打造一个跟世界隔绝的原始荒野，它的核心精神是在承认人类活动必然存在的前提下，透过聪明的管理，为自然生态争取到一个可以共存，甚至可以茁壮成长的空间。这是一种更务实，也更贴近现代社会需求的保育哲学，可以说是一场思维上的典范转移。我们继续聊下去。OCEM 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它的好处不只体现在生态上，它更能直接回馈给在里面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创造出一个多赢的局面。举例来说，这片绿地对研究所的员工来讲有多重的意义。春天来的时候，它就是最棒的赏樱跟野餐地点，竹林里面现采的竹笋直接就能变成餐桌上的佳肴。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户外教室。甚至在蛙类繁殖的季节，他们还会特别设立青蛙过马路的警示牌，提醒大家开车慢一点。这些都让保育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生活化，非常有感，也大大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跟对这个机构的认同感。刚刚的这段话呢，完美的说明了 OECM 的另一层价值——沟通与教育。分享这个案例的一位台湾研究员就提到说，他的网球球友每天都在这片 OECM 里面活动，却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当他解释了之后，哇，这就成了一个很棒的对话起点，让那些非生态领域的人也能够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这就是 OECM 把保育从同温层里面带出来，带入大众视野的巨大潜力。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筑波研究所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保育的潜力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它不一定只能发生在深山野岭，而是可以被整合进我们的日常地景之中。事实上 ，OCM 的形式可以非常多元，它可以是一间企业总部的绿化园区，或是一间森林旁边的幼儿园。在日本，甚至有案例是一个住在城市的居民，把他家的院子就申请成了 OCM。这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代表每个人、每个单位都有可能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做出直接的贡献。尤其在台湾，像是新竹科学园区的许多企业，或是各地的社区大学，其实都具备发展 OCM 的潜力。没错，这个概念，如果保育可以在网球场旁发生，那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这就是今天整个分析的精髓。当我们知道一只野生的日本兔可能会从网球场的旁边冲过去，而这整个区域都是一个受到官方认证的保育场域时，我们就应该要明白，保育的场景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局限。关键不在于土地的大小或原始的程度，而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个心去设定目标，积极管理，并且创造一个让人跟自然能够和谐共存的环境。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
在你每天的生活圈里面，不论是你的社区中庭、公司的顶楼，或是学校的一个小角落，有没有哪个被我们忽略的绿色空间，其实也具备了成为下一个意想不到的自然保留区的潜力呢？ OECM 这个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发掘这是空间的价值。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OECM 是一种更弹性、更务实的保育新思维，它强调在人类活动区内，透过精准目标与积极管理，让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这不只是保护生态，更是提升我们生活品质与企业价值的策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